大家生来都是自由的灵魂，我不想委曲求全的过一生。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来到大卫看世界。今天是2026年第一天，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是我今年的新频道，这个呢是我的新节目，现在一个粉丝没有。以前的老频道聊的都是别人的故事，今天第一个我聊一下我如何由中国第一代的互联网人到现在的海外自媒体油管反贼的。当然这个反贼是我们自嘲，那是中共的说法，我们实际上在追求的是自己的事业，行使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在这儿呢，我必须回顾一下在18年前2008年那个时候，真正玩互联网的人在10几亿人里可能不超过10%。那时候玩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是做天涯社区、新浪还有是什么103什么网易这些。我们呢也在创业做这个行业，正好赶上风口，多少赚了一点钱。大家知道30多岁赚了点钱人就他容易烧包。干嘛呢？买大房子，开奔驰奔驰宝马换着开，要么呢就是玩游艇，玩摩托车，杜卡迪。那段时间呢，我感觉有一点不一样，有2个原因促使我关注公众事务。第一个呢，我们那种企业是各地招商局招商引资的招牌产品，并在行业也做到了头牌了，至少说前5名吧。我明显感觉到那一顿饭很多时候100-200块钱的和牛一筷子没动马上就扔了，那大家忙着吃什么呢？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熊胆，什么鱼翅，什么生海参那个东西，他们听说大补。当我们看到这些副省级正厅级的官员大快朵颐的时候，我明显觉得不真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出了这个餐馆，路边就有人一个月就挣那么1000多块钱。大家知道在将近20年前挣1-2千块钱的人是大有人在，而那一顿饭喝了酒差不多就得10万。这不正应了那句话吗？是朱门酒肉臭，是路有冻死骨。尤其是在大连，外边零下30多度，里边吃了10万块钱，外边的人为了2000块钱忍饥受冻。所以我感觉自己是不是活得不太真实。第二个，我参加了很多的商业活动，那时候是一些媒体的 VIP 付费用户那时候认识了一位女士，我不能提她名字，因为我不想沾她的光。她现在也在美国，早就润出来了。她就说：大卫，你整天玩这什么摩托车游艇其实你感觉的时候也挺俗的。实际上你们可以出点钱支援一些抗争的人们。那时候我想谁抗争谁呀？他就给我讲，有些人为了维权入狱了，家里边家人需要照顾，能不能支援一点？我们那时候公司做的还行，你说出那么几千块钱呢，几万块钱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个人出的。后来我算是入坑了，也算是进了当时所谓的那个公知圈。那时候经常跟谁在一块儿呢？有那个贺卫方老师，现在他已经被限制出境了那时候有些群既有贺卫方老师，也有这个毛玉士老先生，现在他也润到加拿大了，现在应该是97岁高龄了吧。时间轴到了2008年，当时的刘晓波先生发起了08宪章。我刚才说的那位领路人他是第一批的签署人。他说：大卫，你要不要签？我说什么意思他给我看了一下，我说好事中国确实应该改革当时是胡锦涛、温家宝时期，08宪章那时候就一时激起千层浪。后来刘晓波也入狱了。他说：大卫，你签吗？他说我签，可以，没问题。
签完了，我当时的 QQ 号就被封了。大家可能知道啊，18年前我封号的时候，现在的中国网信办还没成立了，那时候根本没有微信。我们那时候玩的是什么？一个是腾讯 QQQ，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搜狐博客。那时候我也写博客，叫自由阳光，也经常转贺卫方啊、毛宇士他们的一些文章。那时候是第一次认识中共的铁拳，原来你企业做的还行，但是你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你哪怕说几句公道话，为弱势群体说几句话，你号没了，还有可能什么？当地的派出所，那时候叫国保，就是国内保卫大队，他要找你谈话，要签字，要写保证书。你一个企业家在公司里可能是董事，是什么副总裁，一进派出所你啥也不是，让你写啥你写啥。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那些游艇啊，什么摩托车、杜卡迪啊，简直就是纸糊的，没啥意思。好，我们再回到第二次，我数了一下，今天下午啊，我历史上可能封了不止10个号，各种号，我能想得起来的给大家聊聊哈。正是因为封了一次啊，我就不服，30多岁嘛，所以我就让这位领路人给了我大量的书籍在读，我已经不再去沉迷那些花天酒地啊、摩托车、游艇那玩意儿了，我也觉得挺俗的。后来呢，就认识到罗斯福讲的4大自由，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我要做自媒体的初衷之一。他是在1947年提到的4大自由，一个呢就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就是我现在要干的事儿，不给钱我也要干。第二呢是信仰自由，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4个自由啊，把那时候我应该算救出来了，要不然我还是沉溺在那声色犬马当中。后来啊，我就想，我这个圈子里边啊，要认识更多的人，也加入很多的群。第二次封号我数了一下啊，那时候是在2010年，当时中国有个艺术家叫艾未未，他呢是2008年啊汶川地震以后，他为这些震区的孩子们鸣不平，把他们书包做成了一个行为艺术，但这儿呢是触怒了中共当局。然后呢，他在上海马都镇啊有一个艺术馆，要盖好了就强拆，实际上就是欺负人，所以他发起了一个叫河蟹盛宴。那时候啊，我说我要参加，我那个领路人呢跟我一起去的，现在应该还能找到那个照片。这一次参加河蟹盛宴回来以后，号啪没了。我说的是 QQ 号，那时候还没有微信的。那在接下来呢，是2012年，那时候艾薇薇啊已经算是监视居住了。我坚决要去北京，我说我要去看望他，给他以支持。那时候企业做的还行，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啊，相对自由。我从苏州直接飞到北京去，他那个地方在草场地，我这位领路人跟着我一起去。我一看门口啊就有一个硕大的摄像头，我在想2012年了，那时候你怎么在一个民居旁边搞个摄像头呢？你侵犯这个隐私啊，侵犯人家这个行动自由啊。你看那时候脑子里啊还有很多法治观念呢，毕竟在是法学院的学生。后来我也想啊，这个时候他被监视不很正常吗？你在这个国度啊不应该讲法律，因为他只讲政治。所以看完了艾薇薇，当时啊那天不在，是他助理在。第二天回来被谈话，号被封，那也是一条龙服务。我在当地啊也算是挂上号了。时间轴到了2011年，那时候出现一个什么事儿呢？是微信刚刚上市了。我大家报个小料啊，我是微信第一批的内测客户，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因为我是 VIP 的 QQ， 我的号每月都是付费的啊，是量号，所以说我接受到了微信第一批的内测，我感觉这个不错啊，比那发短信强多了，比 QQ 还要强啊，因为可以发语音了。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朋友圈，但是我已经是第一批客户了。生意忙啊，公共事务关注的自然也就少了。真正朋友圈上市的是在2011年年底，但是啊，上完了以后，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宣传平台呀，因为你可以发朋友圈，发你的动态，除了很多人晒那个吃了什么之外呢，我们就发一些洛克的文章，发那个一些启蒙的文章。你想想，那时候的微信朋友圈审核并不严，他并不知道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些启蒙者的一些活动，但是成为一些阵地。发完了以后啊，慢慢的就被人投诉了，咔，那时候是微信号第一个被封，那时候特别狼狈，为什么？没有经验，我的工作号也是我的生活号，谁能想到他会封这个微信朋友圈呢？结果啊，就是我那号不能在群里边发消息，只能看别人的消息。微信圈我发了，别人看不到，只能自己看到。这号等于算是废了。那时候狼狈到什么程度啊？跟很多省市的交流合作，包括同事，包括一些这个工作号都在里边。我要不停的向客户解释我那号为什么被封啊，只能说那号我不用，我用新的。那时候就有经验了，只要封掉以后啊，公司要分明。所以说后来到哪儿呢？是2013年老习上台了。他上台的时候，我们这些公职圈一度对他抱有一些希望，毕竟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啊，习仲勋算是改革派吧。那时候我们仍然盼着中共还有可能在批评之下进行改良。当然现在一看那都是笑话啊。但过2年啊，明显感觉老习这家伙呀，他不可能改革，他只能会更左。他搞的什么七步讲啊，到什么时候被封呢？是他上台的第2年，那时候我支持了一位刘平女士，她在江西新余参选人大代表。我想这是反宪法规定的权利啊，她有权参选。但是啊，后来她因为刑讯滋事被判刑，我给了她一些资助，我给她直接转的账，转完账以后号啪被封了，这是等于就是资助反贼。再后来呢，那已经是到了2015年了。2015年我创业做了其他的公司，那就属于是自己干了。那段时间为啥被封呢？是2015年有一个夏宝龙，他呢是老习的马仔，在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要求浙江所有的教堂把那十字架给拆了，你十字架可以挂在里边，但是不能高耸入云。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教堂，声援他呢，所以也参加了签名啊。现在你在网上应该还能搜到。我签了名以后，当天这号咔又封了。好在我有准备啊，我又注册了一些其他的号。再往下呢，到了2015年年底，我感觉啊，老习这家伙恐怕是不可能再改良了，他只会越来越左。现在这事儿过去10年了，回头一看，我们判断应该是对的。所以那段时间呢，就已经在规划美国身份了。因为那时候他美国投资移民只要50万美金，不像现在要等10来年，已经涨到80万。那时候啊，按月就审批，将近2年就能够批下来1B5拿绿卡。而且我们那时候很多的客户朋友也都拿绿卡，以备不时之需吧。所以那时候的决定啊，现在回头一看，多么的正确呢？到了2017年啊，那时候正忙的时候，没有过多的关注于公共事务。刘晓波是2017年去世的，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啊非常突然。为什么？他身体没病，怎么就得了肝癌呢？后来北京的内线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中共是非常坏的。你既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怎么可能让你活着出监狱呢？所以说啊，他们做了一些手脚，吃的东西里面有问题，很快就诱发了癌症。那时候啊，我们发文纪念刘晓波，就是那个著名的图片。结果那号咔又炸了。除了2018年啊，那时候我发现啊，
这个微信号封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有一个新的媒体出现了，就是抖音。那时候2017年抖音上市，我是2018年注册的。注册了以后发现这个好啊，短视频你发完了以后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这比微信的传播速度快多了。但是当年啊，咔又炸了一个，什么原因啊？我找了一下啊，因为当时啊有一个老习2018年修宪，那时候我发了一个什么呢？我说马英九曾经说过，修改宪法没有好下场，啪，这抖音号算是第一次被封。说这个你不是顶着这个老习的命门了吗？后来啊，也感觉到在中国如果再发生，你就不能这么直来直去，毕竟人在乌鸦鞍下呢，你不得不低头，要艺术性的表达，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文章，看到你的视频，能够哪怕能明白其中一部分意思也行。所以啊，实际上就是自我阉割的发视频。但2019年啊，照样被封什么呢？2019年是反送中运动，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叫何韵诗。实际上他在2012年在苏州演出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演出。但是啊，他在2019年参加了反送中运动和太阳花运动，他被制裁了。那时候啊，所有的作品都下架。但是我就说，我手里有何韵诗女士的《痴情思》那首歌，国语版和粤语版都有啊。如果谁喜欢，可以来找我要。我发了完了以后，还发了何韵诗的那个照片。没想到，我想香港的事儿，我大陆发有什么问题呢？照样啪，号又被炸了。再往下呢，已经到了2020年。2020年2月份是新冠疫情发出的那一年。那一年很自然的是武汉封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些人在抖音或朋友圈呢都发，我们就清楚这个东西啊是反科学的，它是反人类的。因为很多人都死去了，也没有人收尸，火葬场都排着队，要排1个多月。你说这不是人间悲剧吗？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把人简直都不当人，这么大的一个副省级城市直接给你停止了。发完了以后啊，号啪又没了。再后来啊，已经到了2020年的下半年的时候，苏州也有一些封城，我们就清楚，就连上海和苏州都封城。中国呀，可能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的。为了自己不想委曲求全的活着，也为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们选择移民。所以到了2022年，中美航线通航的时候啊，就已经带家人来美国生活了。或者说呢，我是两边奔波，中美穿梭。后来啊，有一件事儿，号又被封了，那就是2023年9月份的时候，恒大的老板许家印被捕了。有些人就讲，这完全就是许家印的事儿，生活腐化。后来我给大家讲了一下，我说有60%的钱并没有进入许家印的口袋，大多数进了什么政府的口袋了。而且我把这些成本啊专门做了一些节目，我记得这个播放量轻轻松松就达到了100万次。但当天啊，咔，这号炸了。你看，人在美国，你也不能聊中国的事儿，因为你社交媒体是中国管的。所以我只能换一个新号。但是啊，没过半年又被封了，因为在当年的10月份，在我们国内的苏州有一个百亿毒地案，就是在这个高新区有一片化工厂、焦化厂，那地儿根本没过50年就盖成房地产了，最后被英国的学校认定这土地有毒，人在这住啊容易诱发癌症。这篇文章不光是挂了，号被封了，而且我还被苏州当地联系，不要再说这个，说这个有你的好看。我一听，既然你连说话都不说的话，那就该到了做个了断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全部转移，全部处理，
现在在中国没有1分钱资产，我名下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了。后来啊，我们感觉到，在美国，如果你想舒适的活着，你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发声渠道。所以那时候就注册了油管，还有推啊，现在叫 X 了啊。但是看油管之后啊，我发现明显有2个问题促使我愿意自己发声。第一个呢，我发现怎么这么多人是靠谣言起家的，而且一天使劲的开始造谣，播放量还挺大。这些人了解中共吗？还什么西夏李相，还什么西北政变了，整天炮制这种精神鸦片。其实啊，他们的客户是一些刚刚翻墙出来的，这些人被压抑惯了，他特别盼着我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有一个英雄把这老习政变劫持了，这天下就翻过来了，这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就想啊，第二个呢，有一些人啊特别舔川，因为在2024年他的竞选重新回白宫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些思想啊不适合美国，也很不美国。但是啊，他毕竟他选上了2025年还正式的2次入主白宫，但他呀很多政策我明显觉得非常不美国。作为在美国的华裔，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我也知道，我如果发声一定没有太多的观众，因为当时啊有一大哥给我讲，你只要是玩中文自媒体啊，你要想火，你必须得造谣。不造谣你火不了，没人听，没人听实话。第二啊，你得挺川，挺川是一个巨大的流量，说明你找到大老板了。所以我就决定啊，我既不挺川，也不造谣，我就想找自己的同类来发出我们微弱的声音。即使有一天人工智能统一这个资讯江湖了，我也愿意留下互联网上我正直的声音和真实的声音。哪怕我的节目比较粗略，但是我说的是真话和实话。大家记得啊，我一开始注册的频道叫大伟观点，那很快就完成了1000多粉丝，播放量还行。我发的第一个节目应该是3月16号，老川刚刚上来。我的节目是川普旅行禁令2.0，在美的华人应该注意什么？那是一开始接触美国的公共话题。3月18号呢，2天后又发出了这个美国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就是我讲的国际道义和信誉品牌。如果你超级大国把这个丧失了，因为那时候是川普在这个白宫啊伏击了泽连斯基。当然了，真正让节目稍微有点起色呢，这已经到了那个3月份了，我就会讲到25%的川普推出的汽车关税，最终谁买单了？最终仍然是消费者买单。你看，现在1年过去了，当时的想法现在都对了吧？当然了，破万播放量还是讲国内的事儿，是7月15号我讲到了国内的网证网号正式实施，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中国的互联网是怎么运行的，在国内的微信啊、抖音啊，那简直就是裸奔，所以这是第一个上万播放量的节目。现在地地道道走到现在，我感觉啊，特别感谢这些知音和听众们，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点赞、转发的话，我也不可能持续更新。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第一天啊，我想做一个新的节目，从零开始，一个粉丝没有，我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同类，大家愿意在这种信息过载的时代，谣言垃圾满天飞的时候，愿不愿意沉下心来，咱们静静的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如果您觉得这个节目啊，未来可能对你有意义，欢迎您关注啊，为以后的节目也欢迎您点赞，更希望您打开小铃铛，当我每天更新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咱们明天见。